Hello，大家好，好久不见。这个秋天我们去了韩国，在釜山待了4天，首尔待了6天。这个视频呢，想要跟大家分享我们在釜山的行程以及推荐的活动。正式开始之前，先说一下怎么从新加坡到釜山。虽然釜山是有机场的，可是我们当时被直飞机票的价格劝退，所以选择先飞到首尔旁边的仁川机场，然后坐 Airport Rail Express 到首尔，然后再坐 KTX 到釜山。我们是早上8点多的飞机，到釜山的时候已经晚上9点多了。到釜山了啊！所以这么走的话，一整天都需要花在交通上。我们到酒店的时候，人都累瘫了，因为你一整天的活动空间基本上就是一个小小的座位。在韩国的第一顿 BHC 炸鸡，一半一半，还有 cheese ball 送的腌萝卜，还有看朋友 ，right？Yes， 朋友。因为前一天的舟车劳顿实在是太累人了，所以第二天我们从午饭开始。这家餐厅相较于它的味道，更令我印象深刻的是，我们全程几乎都是自助。自助在门口的机器拿号码，自助在自己的座位的 pad 上面点菜，然后直接付钱，然后再自助把小机器人送过来的菜放到你的桌子上。所以我们全程都没有服务生，除了给我们带位子的。所以这个餐厅真的让我感觉韩国比新加坡 digitize 太多了。釜山 Tower。这个也是公园里面，来走吧，走公园呢，那个就是卢松山公园呢。太中台，太中台，我们先搭了小火车到观景台内站。可惜我们去的时候有点晚了，天色不是太好，而且雾也有点大，不然还能看到日本的对马岛。所以这里建议大家秋冬的时候要早点去。之后我们步行到下一站，银岛灯塔。我觉得光线好的话，应该是好看的吧。最后走到太宗寺，因为怕赶不上我们的最后一趟小火车，就没有进去寺里逛，只是小小欣赏了一下日落就走了。有一说一，釜山的日落真的很好看，配上寺里的 BGM， 真的整个心灵感觉都进化了一点点。猪肉汤饭，我们就去了这一家，我觉得味道一般般，大家可以找找看哪里有更好吃的。第二天的早餐是章鱼锅，味道是 OK 的，但是大部分都是葱，所以我不喜欢。这一天主要的行程是去金景山徒步。
我们走的是从梵语寺出发的路线，所以先逛了一下寺庙。这儿有一个网红打卡点，可惜枫叶还没有红，所以还没有很好看。虽然登上山峰看到的景色没有很惊艳，但是这应该是我在釜山最喜欢的行程。沿途的风景不说有多漂亮，但是就是让人感觉很惬意，你能感受到山脉里的宁静。其次，从梵语寺到孤堂峰这个徒步路线比我想象中的长，中途真的非常想放弃，最后没有想到自己能一步一步的爬上山峰，那一刻感觉自己好厉害，这么苦都坚持了下来。这家店没记错的话，只有五花肉和梅花肉。肉是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，我只记得他们家的拌菜是我们吃过最好吃的。之后去吃了 Baskin Robbins， 就随便点了2个口味，对我来说太甜了，再也不想要吃这家的冰淇淋了。第3天原计划的早餐是猪肉汤，可是之前那一顿太令人失望了，就改吃第1天错过的 egg drop。天气超级好，我真的超喜欢吃这个三明治。除了好吃之后，我们去首尔又吃了一顿，才发现釜山这个配料给的真的很大方。之后去了5、6岛，地点有一点偏，风非常大，最好不要穿裙子。景色呢还不错，有时间的话可以过去走走。这一家猪蹄没有以前我在首尔随便找的一家好吃，而且它只有卖猪蹄，吃到后面就有一点腻。甘川文化村应该是我们去过游客最多的地方，非常商业化，很吵，很多人，我不喜欢。晚餐本来想要吃罐头夜市，但是没有找到入口，还以为它没开，就随便在路边找了一家很多人的餐厅。坐下之后才发现，原来是卖牛肠锅的。好吧，这个真的太肥了，我也不太喜欢。海东龙宫寺也是比较偏的景点，一个特别的佛寺，没有很大，路有一点窄，人挺多的，挺挤的。如果你起得来看日出，应该是挺棒的体验。5分钟烤肉
我们这一天另外一个行程是要去坐胶南小火车，但是我们订的是傍晚5点的车次。看完那个海东龙宫寺就还是挺早的，所以在坐胶南小火车之前不知道要做什么，就随便在海云台那边瞎逛。虽然说我们买的是5点的车次，但是有非常多人，我们排了至少有1个小时这个样子才上车。然后就是6点多，那个时候太阳都已经下山了。我感觉如果要来的话，白天就是中午来的时候应该比较适合，就是蓝蓝大海应该更好看，而且还没有乌漆麻黑的风险。我们整个车程大概半个小时，有一半的时间就是一片黑，什么都看不见。这是在釜山的最后一顿，居然吃到了我们觉得这次釜山行最好吃的食物。其实这家的招牌好像是生腌，但是我不吃生的就没有点。可是他送的前菜还有我们点的釜饭都好好吃。我们去的是广阿里的分店，完全没有排队。我个人非常满意的一顿饭。其实釜山对我来说没有什么令人惊叹的景色，但是整体就让人觉得很舒服。人不会很多，公共交通很便利，道路非常新，非常干净，而且韩国的公共厕所真的是太干净了。最后，我觉得釜山行一次大概3天就够了，看看海，感受一下大自然，好好放松你的身心。好了，希望这个视频有助于大家做釜山的旅游攻略。我们下期首尔见，拜拜。